你见过这么大的飞行器吗？或者这么小的？还有这些，它们都是风扇机，但是很明显大小各不相同。你知道怎么做到的吗？大家好，我是小马。这个视频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 bug， 道具的放大与缩小。掌握这个技巧之后，玩家可以轻松地制作出各种不同大小的道具，进而玩出新的花样。这里可以是任意能够被预料的道具，包括佐纳乌道具或者其他物品。那无论是放大还是缩小，这里都需要用到吞噬虚化这个 bug。看过我前几期视频的玩家对这个 bug 应该都不陌生了。我们曾经利用这个 bug 无限的复制武器以及卡过载，甚至是带回 MSG 大事件。今天分享的算是它的另一个应用。关于如何虚化装备的那一坨，我已经在前几期视频演示了好几遍了，但考虑到新玩家，我还是不得不再展示一遍。老玩家可以选择性跳过。我们正式开始，我们先传送到左下角的西瓦卡玛神庙。传送过来之后，我们先手动保存一下存档。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这里我们还是会用到一次米涅鲁纠缠，但是请放心，整个流程就这一次。首先我们骑上米涅鲁，丢弃一个装备中的武器，任意可预料的武器都可以啊。然后按 X 调出预料引线。接下来我们先后按 Y 和加 ，Y 和加几乎同时按，但有几帧的间隔。此处玩家无需特别精确把握时间，只需要知道 Y 和加几乎同时按即可。此时我们会进入背包，这时我们需要判断一下画面，我们可以切换页签以方便观察。这里有3种情况，此时你如果是能够看到预料引线，那么我们需要查看跳过2个回忆，然后退出。成功之后，武器会被拉过来掉在地上。那如果是你的武器在原地没动，说明 Y 和加没有产生时间间隔，重新按就好了。然后第2种情况，如果你看到的只有武器在地上，那么此时我们需要查看跳过1个回忆，然后退出。成功之后，武器会被拉过来掉在地上。然后第3种情况，此时如果你看到地上有绿色光点，注意中间是亮点才可以，那么恭喜你，直接退出，武器会被拉过来掉在地上。总之，当武器被拉过来掉在地上时，米涅鲁纠缠就成功了。如果是你的武器被预料上去了，那就是 Y 和加的时间间隔太久了，请读档或者更换武器，重新米涅鲁纠缠尝试。有玩家可能会说，小马这个米涅鲁纠缠太难了 ，Y 和加根本按不出来啊。那这里可以试试我最近在用的这款新手柄艺速马 S10灵动版，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按键反馈非常干脆，而且响应很快。像这种需要几乎同时按键卡时间差的操作，用这种机械微动按键会更容易按出那种节奏。再加上它本身支持连发和备件编程，甚至有些重复操作我们可以直接交给手柄来完成。还有就是对于像我们这种需要经常刷素材挂机的玩家来说，用起来真的会轻松很多。除此之外，该手柄还原生支持Switch 2唤醒，更快速、更稳定，非常好用。这款手柄目前正处于首发期间，玩家只需要在主页橱窗或下方链接下单即可享受特别优惠，或者玩家可以在下单前私信客服报我 ID 索取优惠。好，我们继续。当武器被拉过来掉在地上之后呢，我们空手捡起来武器，使其自动装备上，然后飞下来沙漠里。这里有一个莫尔德拉吉克，我们先放这个操纵杆操纵一下，然后松手按十字键右键丢弃当前武器，然后再操纵杆，使得米涅鲁和武器隐藏。然后我们静静等待莫尔德拉吉克的攻击。如果是他没有过来，我们就先松手吹口哨吸引他。当吸引到他之后呢，我们再次操纵杆，等他过来攻击即可。莫尔德拉吉克过来攻击时，会把林克顶上天。我们落地之后查看武器是否还在，那基本上都是在的，在就是成功的，这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是不在，请读档重来，这是小概率事件。当确认武器还在，我们就调出究极手或倒转乾坤，查看其是否可以被选中，不能选中就是成功的，这个也是大概率事件。那如果是能选中，则捡起武器跑到一边，重新操纵杆丢弃武器，再操纵等莫尔德拉吉克过来攻击即可。当确保武器还在且无法被选中时，我们就获得了一把虚化装备。我们捡起武器，先上来安全的地方。我们先预料一个任意的物品到米涅鲁背上，然后关闭米涅鲁，以避免接下来产生干扰。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虚化装备进行道具的放大与缩小了。缩小道具是非常简单的，这里我先演示如何缩小道具。首先我们先堆叠一下虚化装备，我们靠墙并收起武器在林克背上，按十字键左键丢弃失败，切换另一把武器，再丢弃失败。如此你将看到虚化装备被堆叠在了林克身上，接下来无论是读档或者传送都会保持该状态。确保堆叠之后，我们背靠墙壁，装备一个单手武器。此处的单手武器或双手武器会影响获得道具的大小，并且要确保武器是收在背上的。此处是否收在背上也会影响获得道具的大小。这2个条件是最终决定道具缩小的关键因素。接下来我们拿出一个要缩小的道具，
我这里以风扇机为例演示。我们调出鱼料引线，按 Y 进行鱼料，鱼料到一半进入背包，丢切卸武器。如果是不能丢弃，就是进背包进早了，可以快速按加重新进背包尝试。丢切卸之后，我们走出来。此时你应该能够看到武器上的风扇机，如果是没有，那就是你进背包进慢了，再拿一个风扇机出来重试即可。然后我们原地传送一下，此时你将看到地上有一个非常小的风扇机，这可能是全游戏最小的风扇机了。我们可以将其粘一个苹果，然后收藏到蓝图里备用。如果是我们要继续缩小，这里可以直接删除鱼料，删除鱼料后原来的物品会消失，不过不要紧，我们已经收藏在蓝图里了。然后我们继续重复操作即可，那无论多大的物品都可以被缩小。接下来我再演示一下如何使用它。我们可以先拿出普通道具，然后用对应大小的蓝图照一下即可缩小，然后我们再任意组装即可。如果是玩家觉得这样太小了，可以根据下面的说明进行调控。那如果是说原风扇机最大，那单手或双手剑拿在手里的其次。双手剑收在背上的第3，单手剑收在背上第4，也就是最小。另外，玩家也可以在蓝图召唤缩小动画时，及时按 B 取消，以更自由地获得对应尺寸。接下来我再演示如何放大道具。放大道具对比缩小稍微复杂一些，不过整体来说并不算难。放大道具这里需要借助莫里布林，这里我们可以传送到阿卡莱城堡遗迹。到这边之后，我们先手动保存一下存档，然后我们还需要进入过载状态。接下来使用的是目前最简单的可调式过载。我们丢弃装备中的武器，找到虚化装备，也就是不能被选中的那个。然后我们在装备其他武器的状态下捡取2次，复制2个。然后空手捡取虚化装备，使其自动装备上。我们调出鱼料引线，准备鱼料地上的另一把普通武器，丢切卸一下虚化装备，退出背包，然后装备另一把。鱼料建造到一半进入背包，丢切。退出背包后，地上掉到2把装备，其中一把武器可以被究极手选中，并且它的鱼料可以被捡起。我们捡起2下，复制2次。然后空手捡起，再丢弃。会发现它漂浮在空中，如此我们就获得了一把吞噬虚化感染装备，这也是接下来卡过载我们要用到的装备。不过我们需要先把地上的母武器，也就是那把能够被究极手选中的武器，用火箭带走，使其消失。然后空手捡起最开始的虚化装备，使其自动装备上。丢切卸一下，装备另一把，然后鱼料任意的物品覆盖一下鱼料，然后丢弃，地上掉到2把。我们先捡取不能被选中的虚化装备，然后直接卸掉，取消虚化。我们空手捡起空中飘着的吞噬虚化感染装备，使其自动装备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过载操作了。第一次，我们调出鱼料引线，准备鱼料地上的普通武器，丢切卸一下，退出，装备另一把，按 Y 进行鱼料，在动画结束前进入背包，丢切一下，退出背包，你将看到地上掉到2把装备，一把飘在空中，一把是在地上的普通武器。地上这把普通武器的鱼料可以被单独捡取。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反复重复一下操作。第二次，捡取地上的鱼料武器2次，自动复制2把，然后丢掉手里的普通武器。然后空手捡取鱼料武器，使其自动装备上，调出鱼料引线，准备鱼料，丢切卸一下，退出，装备另一把，按 Y 进行鱼料，在动画结束前进入背包，丢切一下，退出背包，掉到2把，空中1把，地上1把，继续重复第3次，捡取鱼料武器，复制2把，丢掉武器，空手捡取鱼料武器，自动装备上，调出鱼料引线，丢切卸，装备，按 Y 鱼料，丢切。然后我们一直重复一样的操作，直到空中漂浮13把为止。
A few moments later， 当空中漂浮13把时，我们空手捡起地上的虚化装备，使其自动装备上，然后拿出一个盾，再做一遍。我们空手捡起盾并丢弃，如此我们就获得了一把吞噬虚化感染装备。接下来我们需要把地上所有能够被选中的母装备用火箭打包带走。此处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空中一共飘着14个武器，还有一个盾牌，如此我们就完成了准备动作。此时我们可以直接读档回去，因为这个状态是可以被继承的。由于此时我们处于过载状态，因此林克的模组或武器装备都可能会缺失，这都是正常的。玩家可以通过重新装备或重新穿衣服来恢复模组显示。如果是过载太深无法恢复模组，可以通过脱1件、2件、3件衣服或取消装备来降低负载。接下来玩家应当根据模组或者是其他异常情况灵活调控。好，我们正式开始道具的放大操作。我们确保林克的武器、弓、盾正常装备显示，然后过载掉到一个武器。然后用盾余掉地上的武器，拿出一个操纵杆，并用武器余掉。此时操纵杆会被拉过来，我们操纵操纵杆。此时若无法操纵，则脱一件衣服来降低负载。然后切换武器，并立即按 B 防止遁地，如此我们就获得了缠杆。此时林克的技能会被锁定，我们操纵任意其他操纵杆解锁技能，这里一样，若无法操纵，再脱一件衣服降低负载。然后切换一个单手武器，注意这里是单手武器，然后直接余掉刚刚的缠杆，获得一个单手缠杆武器，我们将其丢在一边备用。然后我们卸掉盾，空手捡起空中飘着的吞噬虚化感染的盾牌，使其自动装备上。我们先堆叠一下它，靠墙丢弃失败，切换再丢弃失败，堆叠成功。我们确保武器、弓、盾在林克背上正常显示，然后过载掉落一个盾牌，拿出任意的武器余掉地上的盾牌。此时林克会手持一个空气盾牌，我们需要将其显示出来。我们靠墙丢弃一下该盾牌，然后该盾牌会显示。这里一样，若无法取出，则脱一件衣服或取消弓来降低负载。当能够看到林克手持一个盾牌时，就是成功的。然后我们用究极手拿着地上准备好的单手缠杆武器来下面找莫里布林。这里如果你的究极手无法使用的话，则一样脱一件衣服或取消弓来降低负载。到这边之后，我们先拿出要放大的装备，这里以风扇机为例演示。然后我们靠近莫里布林，并把装备中的武器丢在地上给他。接着快速过来，拿起地上的单手缠杆武器，并确保盾和单手缠杆武器都拿在手上。此时，当莫里布林捡起我们给他的武器时，林克身上的盾牌就会被放大。我们直接调出余料引线，余掉地上的风扇机，在余料到一半时进入背包，丢切缠杆武器。退出后，你将看到林克拿着一个超大的风扇机盾牌。我们先用电流果或闪耀果把莫里布林手里的武器打掉，然后我们空手捡起来，使其自动装备上。我们在原地传送。走过来之后，你将看到一个超大的风扇机，很明显它比林克还要高大。我们可以粘一个苹果上去，然后收藏到蓝图里备用。接下来如果是我们要继续放大，需要先删除余料。此时放大的装备会消失，不过不要紧，我们已经收藏在蓝图里了。我们切换一个盾牌并丢弃一下，把吞噬虚化感染的盾牌拿出来飘在空中。然后继续重复操作，过载掉到一个武器，把武器余掉到盾上，余掉操纵杆，操纵杆被拉过来，操纵操纵杆，然后切换武器并立即按 B 防止遁地，操纵任意操纵杆解锁技能，把获得的缠杆余掉到单手武器上，获得单手缠杆武器。空手捡起吞噬虚化感染的盾牌，堆叠一下盾牌，过载掉到一个盾牌，
把盾牌鱼绕到任意武器上，靠墙丢弃一下盾牌，拿出要放大的装备，把手里的武器丢给莫里布林。过来捡起单手长杆武器，并确保盾牌和长杆武器拿在手里，等待莫里布林捡起放大，然后鱼绕装备到一半，丢切长杆武器，打掉莫里布林手里的装备，空手捡起武器，原地传送，放大成功。然后一样粘起一个苹果收藏到蓝图里备用。在使用的时候，由于放大装备无法像缩小那样直接操作原生道具，因此我们需要召唤后再进行拼装。玩家如果觉得这样太大，想要小一点的道具也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将单手长杆武器换成双手长杆武器即可。或者玩家还想再大一点，可以直接找白银波克布林首领，或者其他更大的可以携带武器的 BOSS 来替代莫里布林。如果玩家觉得麻烦，也可以直接使用别人做好的蓝图分享码。我这里也分享2个组装好的现成的装备，供大家参考测试。好了，以上就是装备放大和缩小的全部内容。有了这个方法，玩家就可以自由的放大和缩小任意的道具了，由此在组装道具时玩出新的花样。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感谢大家观看。